糊了那个糊的话，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是7个师傅继续来到江边改造这栋老房子。前2天我们就说了，把厨房底下的化粪池那块盖板打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留一些师傅把这个外墙搭建脚手架，然后要开始做粉刷了。那我们7个师傅的工作呢，基本上都是分开的。有的师傅呢在改造木房子的2楼，有的师傅呢在做这边的工作。我每天还是如此，给师傅们煮早餐、煮中餐，然后呢要去买一些材料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转个镜头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施工进度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和我们老家的那栋房子装修过程基本上差不多一样的。早早的我们就到城里面去买了很多材料，这边有瓦条，那边呢有杉木板，这里呢还有很多领子。之前啊，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准备好了，并且呢，木匠师傅一过来，就把所有的领子砍好了水面，做好了榫头，然后这些领子，我们在做这个厨房装模的时候，基本上也用到了很多。现在呢，又把这些领子反复的利用，应该是第3还是第4次利用了吧？用领子搭脚手架，这边是用3根领子作为支撑，把它立起来，然后一边呢做了3根横杠，架在砖墙里面，上面呢再用领子铺上一层，用马钉给它全部连接起来，就变成一个简易的脚手架。我们在粉刷墙面的过程当中啊，就全部用得上。最后呢，这些领子会用来铺楼枕，然后会用来盖瓦，还有的呢是有其他的用处。所以在家里建木房子的时候，准备这些材料啊，我们事先都要给它想好用在哪一方面，这样子呢可以反复的利用，节省了不少的费用。这个外墙的粉刷接下来马上就可以进行了，包括我们拆木房子所剩下来的一些废料也全部用得上。这边也搭建好了，包括这个砖墙的背后也是需要粉刷的。从这边看，整个厨房还是挺高的。底下呢，我们是留了一个杂物间。那天打这块板子的时候，我是没有给大家拍视频，只拍了装模的一个过程。现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是打了将近有8公分一个厚度，留了一些检查孔，以后呢防止化粪池它会溢满，所以我们是留了一个孔。然后这边呢也要做一块可以活动的盖板。这2天呢我们都是在浇水保养。这个活动的盖板是可以随时打开的，包括那边也是如此。我们的电焊机啊、切割材料啊，所有的一些工具都是堆放在地下杂物间这边。这边将近有30来个平方左右，用处啊还是挺大的。这边2扇窗户暂时是给它封闭起来了。
因为这边放的工具还比较多，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安全。当然这边也非常安全，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堆放在外面。其实啊，这个地方以后呢还是可以好好的给它利用起来。我记得曾经有一期视频，有个网友就给我说，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菜地，那干脆把这个位置给它挖出来，做一块小菜地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的院子是可以开车进去的，实际上平时这边如果人不多的话，倒是可以这样子去安排。这个转角的位置做一块菜地，包括整个厨房外面有1.2米左右的宽度，都可以回填一些土做菜地。基本上啊，在这边种点菜，再养点鸡，一年的生活呢也是挺安逸的，是不是啊？到农村里面来生活，肯定离不开自己去种菜啊，去种花花草草。这边马上也要搭建好了，非常简易的一个脚手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面外墙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以前我们的这栋木房子，它是紧贴着地面的，现在我们把它升高了，相当于木房子离地将近有20多公分。这面外墙呢，后期可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改动不会太大，要给它保留起来。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边的外墙，它的木板是比较陈旧的，从外形上面看，确实也不美观。包括这边的立柱，上面很多虫眼，就考虑着后期要不要在这面外墙之上再包裹一层。两边都是扩建的砖墙，中间呢是木板墙。后期装修过程当中，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朋友们啊，如果你们觉得啊有些好的想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告诉我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继续沿着外墙往背后去看一下。昨天呢，师傅是给整个外墙再砌了1排砖，我觉得这个高度还不够。窗户上的过梁我们打好了之后啊，进行了胶水保养，完全凝固了之后，也就是硬化达到保养期之后，我们是在上面又砌了1排砖。1排砖的高度是20公分，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距离挑手的位置将近还有20多公分，如果直接这样子盖瓦的话，可能会留下一个缝隙，所以我们把领子瓦条钉好了之后，如果这上面的高度不够，可能我们还会再砌砖。当然钉好瓦条可能会不方便做工，也可能这2天呢，我们把这边的脚手架搭建好了之后，马上就会砌砖了。具体的施工呢，我们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去进行。厨房那边已经搭好了脚手架，现在呢2个师傅依然是给这边的外墙搭建脚手架，把所有的脚手架搭建好了之后，就开始做粉刷。这是堂屋背后的卫生间，我们留的窗户是比较小的，卧室的窗户就留的比较大。这个楼梯啊，我们暂时还给它保留起来，因为爬上爬下还是比较方便，包括从这边拉一些材料。我们的镀锌管呢是全部放在厨房的顶上。
我倒是发现这些小竹子啊，长得是非常快，一段时间又长起来了。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问我，装修一栋木房子到底要注意哪些细节？今天我就专门拍一个搭建脚手架的视频。实际上，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小细节需要去处理的。大口红就不好红了。是的，木炭的炉呢？咱干你们一次红，咱干你分了，这对面的没得分，要各自一次分，有字跟走。这边我们之前搭建木梯的时候，刚好是做了一个基础，用到了一根领子作为支撑，这旁边呢还用到了2个支撑点，刚好这边的脚手架就搭建这上面。现在用铁丝把它捆绑牢固。啊？先不要倒了，也个慢点是吧？啊，也咱们。咱家这边啥，这边都没有啥，这面就没分，这面就带个头是分哈，那日路要分。我后头个头要麻烦了，那。我带个也没有红。对，有红了的，有红的好吃。对了，它在这一片。就这样子，把马钉钉在上面，全部连成一个整体。这个脚手架一定要做好，因为师傅要踩在上面做工。好在我们这边的领子很多，包括我们拆下来这栋房子的一些老领子，全部都用得上。整个外墙如果算起来的话，将近有30多米，面积还是很多的。这个转角的位置还是要另一根柱子，要不然啊，感觉会有点松动。这根立柱现在已经立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就要用到铁丝把它捆绑牢固，并且呢，我们还钉了马钉。所以，别看这个脚手架搭建的时候挺简单的，但实际上很多细节的问题，包括这些铁丝，搭建脚手架的时候都要用到比较大一点的铁丝，这样子呢更为结实耐用。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，要用到很多材料，基本上啊，所有的材料要提前规划好、想好用在哪里。其实有些材料买的越早，它的用处越大。就像我之前在早的时候就视频里面说了，我们买的这些领子啊、瓦条啊，都是改造房子的时候就先买了，反复的去利用，这样子呢，发挥了最大的一个用途。这边的简易木梯呢，也是用领子搭建的。最后把2楼的改造工作做完了之后，这个木梯再给它拆了，然后再把这些领子钉到屋顶上，用来盖瓦。朋友们啊，每一期的视频虽然我拍的比较简单，但是呢，也想通过我的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。
就比如今天这期视频，大家又学到了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那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